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今天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6季第7集。今天校监聚集了春田各个小学的校长过来，互相交换学校最差的老师，以达到家长高兴和工会满意双赢。而承担后果的显然只有学生和老师，那些老师的名字被写在了摇号机里，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样，等待着自己接下来的命运。然而主宰这一切的校监在看到交换到春田小学的老师时，却不禁大惊失色。大家都快点祈祷，这是公立学校，快点祈祷。换到春田小学的是个黑头发的男青年，名叫拉森。这男人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一股狠劲儿，吞香烟，眼球灭火柴，好像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。看他的档案也是恶行累累，比如把学生用胶带封嘴、背墙而跪，都是他的常规操作。而且他能眼睛都不眨就划伤自己的脸，是血淋淋的模样，估计把校长也吓得不轻，直接就让他去班上教4年级学生。这个班级不巧就是小新他们班。眼镜仔已经迫不及待想给新老师来个下马威了。作为调皮捣蛋第1名，小新夸下海口，10分钟之内就让那老师跪在自己面前。他向同学们演示了一遍恶作剧，但就连眼镜仔也觉得只是加斯的嗖嗖，还远没有让他吓得尿裤子的程度。紧接着拉森走了进来，那声 Hello 刚出口，眼镜仔就尿裤子了。拉森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小胖子内尔森皮了一下，问他是不是叫拉翔。这次他是阴沟里翻了船。拉森先是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讽刺了他的外表，然后直戳小胖子的痛处，谈论他的妈妈。趁着这段时间，眼镜仔查了拉森的过往记录，发现他曾在中学当过老师，就想劝小新收手，免得遭受反噬。小新当然没有同意，马上操纵玩具车开始撞门。恶作剧完成得很好，可惜拉森并没有被吓到，还和颜悦色跟小新谈起了学校的规定，说学生的头发得长短一致。然后他就从箱子里拿出了电推剪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新小妹注意到小新还戴着帽子，就很奇怪。小新只得把被新老师剃头的事说了出来。新爸听说后就想看看被剪成了啥样，小新不愿意，害怕被他们嘲笑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新妈看到后都笑喷了。新小妹还想忍一下，没忍住，只有新妈心疼儿子没笑。她都不知道现在的老师还有这么大权力，以前是没有的。直到教师工会上次罢工了，新妈很生气，决定去学校找那老师谈谈。新爸不同意妻子的举动，因为这不仅不会让他收敛，反而会引起老师们的冷言冷语。新妈妥协了，只得安慰小新说这周末就去露营，可以好好放松一下。新爸听到这话吓了一跳，什么露营？这是他本该在1年前就定好的猫头鹰港的露营，不过看他这样子应该早忘了。还有更糟的，那就是他压根儿没定。新妈急了，下周就是劳动节了，这时间到哪儿去找露营的地方？新妈越想越气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我最大的过错莫过于心存侥幸。他这一哭把辛爸的心都哭碎了。你别哭啊，猪排都蔫了，土豆泥也不忍直视。他让妻子相信自己，他一定会搞定的。第2天上课的时候，拉森看到有人在黑板上骂他傻子，他表现得很淡定，只是把墙打穿了，然后揪出了元凶小新。他当时并没有为难这小男孩，只是在学习电学的时候邀请小新在台上做了个实验。他把发电机调到痛不欲生，然后让这小男孩触碰，结果就是小新整个人都被电傻了。被拉森如此折磨，小新是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气，他决定报复。为了找到拉森的弱点，他在教师休息室藏了个摄像机。影像中拉森和胡福老师交谈不错，两人还相约在网上接着聊。小新伪造了一个胡福的主页，等到拉森加他好友，他就能够套出拉森的各种信息了。另一边，辛爸正在打电话预定露营，但这时候所有营地都已经订出去了。在公园谋划报复的时候，小胖子悄咪咪的走了过来，问小新是不是要报复拉森，恳求他一定要成功，因为他净欺负弱者。好了，现在把午餐钱给我。小胖子刚拿到这钱还没捂热，又被拉森抢了。好一出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待这2人都走了，小新才再次打开电脑，此时显示的正是拉森的主页。映入眼帘的是2个果男玩火的图片，其中1人的标签是拉森。这张照片上写着在火人节拍摄，下面有个视频专门说明了这个节日。大致说来，就是有一个只存在于几天的城市，在这里人们都穿着奇装异服，或者就根本不穿衣服。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活动，就是在最后1天被选中的人会把巨大的火焰人点燃。火焰人燃烧的时候，就是城市最热闹的时候。末了，介绍人还公布了今年被选中的人就是拉森。小新立刻想到了报复的方法，那就是带着相机过去拍拉森出糗的时刻。辛爸回到家的时候，看到妻女把行李都打包好了，就不敢把没预定到的事情说出来。这时及时雨小新出现了，他偷偷告诉老爸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。辛爸长舒了一口气，看样子他又能苟延残喘
一段时间了。全家人外加眼镜仔来到了小新所说的那个地方。早上出帐篷的时候，把新妈吓了一大跳。不过新小妹倒是很喜欢这种无政府状态，辛爸也很喜欢面前驶过的蛋糕车，父女俩都觉得到了自己的地盘。眼见周围的人全都是奇装异服，辛妈只觉得无所适从。她不认为这是个适合全家人的露营，但她没有太多时间去想这些，因为小新不见了。环顾四周，才发现这小宝贝正抱着雕像的胸。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人，提醒他们这里的风很大，所以帐篷桩最好插入地下3尺。辛爸自然不会相信一个胡子拉碴的人，直接就说：“你在教我做事儿？”很可惜，教他做事儿的不是眼前这人，而是突如其来的强风。兄弟，我能讨个帐篷吗？辛爸这光速打脸的操作让辛妈倍感烦躁。一个路过的女人见他心情不好，就给他倒了一杯安神茶。辛妈刚觉得总算有个正常人，结果这女人就打开翅膀飞走了。再回过头，辛爸已经又找到了一顶帐篷，这里还有众多音乐形式，简直就是新小妹的乐园。他来到鼓圈中央，吹起了萨克斯。小新和眼镜仔当然去寻找拉森了，找到目标后就要开始计划复仇了。小新不打算只弄些不痛不痒的动静，既然要搞就搞票大的。此时辛妈还一个人留在营地，一边喝安神茶，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怪异的人。喝着喝着，他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紧接着他的瞳孔就变得老大，竟开始觉得这地方也没那么糟糕了。辛爸倒是早就融入了这个环境，只穿个兜裆布就在仙人掌间穿行，结果就被教错人了。经过缜密的思考之后，小新决定毁掉点燃火焰人这个活动。这次的天选之人是拉森，只要毁掉这个活动，他绝对再也翻不了身。小新发誓一定要报这秃头之仇。已经找回来了，但即使这样，小新还是要报复。辛妈是彻底进入了幻想世界，面前的铺盖卷变成了跳舞的小蛇，那烤着火腿肠机器也奏起了音乐，所有的事物在他面前都幻化成了活物，为他演奏着一曲曲华美乐章。辛妈沉浸于此，甚至连风沙扑灭都浑然不觉。还是辛爸把他抱回帐篷的，你总是会救我的，长号大象。听妻子这么说，辛爸就学了2声象叫。小新带着眼镜仔到处搜寻，终于让他找到了报复的工具——防火剂。如果拉森不能点燃它，他就丢人丢大发了。计划好之后，眼镜仔操作机器章鱼，把小新送上了那巨大火焰人。他在上面撒上了满满的防火剂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这里更加热闹了。到时间了，主持人让拉森前去点燃火焰人。拉森将火把奋力一扔，稳稳地扔进了顶上的柴火堆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这火焰立刻就熄灭了，人们高亢的情绪一下子就冷却了。然后拉森又分别在嘴里和脚下扔了2个，但他们都马上熄灭了。主持当即命人穿上他的衣服，取下他的头饰。他现在彻底沦为了一个格格不入的正常人。看他那吃瘪的模样，一旁的小新和眼镜仔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看着滚到脚边的防火剂，拉森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也许我们没有火焰人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火焰男孩。说罢，他就朝小新喷起火来。这孩子手忙脚乱，爬上了火焰人，往下呼喊。辛爸看儿子被人逼入了绝境，就把自己用投石器投了上去。可惜吨位摆在那儿，没能上得去。不过砸住了火焰人的脚，给他整塌了。最先冒出头的是拉森，不过他马上就被人形监狱关押了。这俩孩子报复成功，这趟露营也到说结束的时候了。就是辛妈这茶校还没过，看什么都非常的梦幻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这片沙漠就只剩他一个人了。校方很快知道了拉森的所作所为，考虑之后，他们决定辞退他。在他离校之前，校监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，拉森说他要去找一个能赏识他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监狱，而他则是狱警。到了熄灯的时候，他发现鲍勃的灯还亮着，顺着他的目光，拉森发现了扎满飞镖的小新的照片。你也讨厌他吗？我对他恨之入骨。那我们应该联合起来，我可以把你放出来。有意思，我们谁来掐他？我猜我们可以轮流来，没门儿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